好，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起看每日一题，题号1161 Maximum Level Sum of a Binary Tree。题目一开始已经破题了，它要求我们找出一颗二元数，哪一层的总和最高，返回那一层的值。那假如有两层平手的话呢，以层数小的话为优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范例。第一个范例它已经给我们一颗二元数，根节点是1。那第一层的总和是多少？第一层总和是1嘛。那第二层总和呢？第二层总和是7加0，所以是7。那第三层总和是7加-8，所以是-1。那三个计算完，哪一层最高？第二层的总和最大嘛，所以最后返回2。第二个范例，因为它现在没有画图，不过等一下我们会用白板一起解掉。好，我们来看约束条件。约束条件说，节点数目最少会有一个节点，所以它保证输入的二元数里面至少会有一个节点，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排除空数的检查。题目保证输入一定是一颗实体的数，最多会有10的4次方的节点，也就是最多会有10000个节点。所以在这边你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推敲，因为计算每一层的总和相当于拜访整颗数一次嘛，所以它最多上面卡一个 big O n 的复杂度作为限制的是很有可能的。第二个约束条件，节点的值最小可以是-10的5次方，最大可以到10的5次方，所以最小是-10万，最大是正10万。那这边原题目还要给官方提示，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我们可以怎么样计算每一层的总和，并且找出拥有最大总和的那一层，这个很合理，这个就是呼应题目的叙述。第二个他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拜访整棵树？那整棵树的话，其实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两种，一种是广度优先，一种是深度优先。第三个，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加总？那加总的话，就是每一层自己元素相加，这个蛮直觉。第四个说，用深度优先或者广度优先拜访整棵树，并且记录每一层的总和，最后加总取得最大值，然后看最大的那一层是谁。所以基本上跟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很接近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个白板。那其实刚刚我提到，虽然说它官方提示有两个，一个是深度优先，一个是广度优先，但是其实综合来看，广度优先会比较适合。为什么？因为广度优先具有点扩散，而且是层层探索的性质。这个之前在计算最短路径或是在计算传播消息或者是在计算页的节点的和那几道例题都看过。广度优先在数里面可以把根节点视为波源，然后接着一层一层拜访，刚好就呼应到我们这一题的题目，它是要计算每一层的总和嘛。那广度优先先天就有这种优势，它总是从起始点开始拜访，然后每一层往外拓展一层，所以当第一层结束的时候，这边刚好是第一层，下一个 level 的时候刚好是第二层，在下一个 level 的时候刚好是第三层，所以我们只要把广度优先每一层拜访的节点做一个加总，最后比较最大值就可以知道答案。那以第一个范例为例，我们就正式的来用广度优先走一次。一开始根节点是1嘛，那第一层有谁？第一层就是1嘛，所以第一层就是1，那它总和也是1嘛。那第二层有谁？第二层有7和0，所以7和0做加总，最后还是7嘛。那第三层是7和-8做一个加总，所以最后是-1。那这三个最后谁大？7比较大，7落在哪一层？7落在2这一层，所以最后回传就是2。好，我们看第二个范例。第二个范例，它刚刚已经给一个输入了嘛，那它其实展开出来就会变这样子。第一层是8，第二层是12500，第三层分别是一个9万多和-8万多的数字，然后第四层是一个-32127。好，那我们就正式的从根节点开始进行广度优先。那广度优先可以怎么走呢？一样，第一层根节点是8嘛，所以这边是8，那最后总和也是8嘛。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12550嘛，它只有一个节点，所以最后加总就只有它自己而已。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是98693，然后-8万9，所以你这边可以做快速的估计，这边相加正的和负的比较之后，大概还剩正9000多，大概是9300多。然后第四层呢？第四层是-32127。
所以最后谁比较大？最后是第二层比较大。那这一层返回的乘数就会是2，我们就返回2，这一层最大，就是我们最后答案。所以第二题答案是2，没有错。所以现在已经有了演算法，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原始码实现。这题也蛮简单，就是把白板的精神写下来而已。因为题目已经保证我们说它最少会有一个节点，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直接把根节点放进来，我们不用去检查它是否为空，因为题目保证最少会有节点，那也就是根节点。接下来就是创造计算所需要的变数，一个变数负责维持最大值，那一个变数负责维持当下那个最大的乘数是谁？因为我们现在题目要求的是最大化，所以最大化的题目在设定初始值的时候，我们会给一个相对小的值，那之后只要遇到更大的值更新上去，自然就会把它盖过去。那一开始根节点是第一层，我们从第一层开始拜访，然后接下来进到广度优先探索的核心的 while loop。当广度优先这个 BFSQ 还有内容的时候，我们就计算当下这一层的总和。假如当下的总和比原本的最大和还大，我们就记录现在当下拥有最大和是哪一层，把乘数记录下来，然后再把最大和更新过去。那下一步呢？下一步就是很传统的广度优先搜寻，这一层已经到这边拜访完了，所以下一步就是把下一层，也就是这一层的节点，它们的左指数和右指数更新到下一层的 Q， 然后把 label 加1，也就是乘数加1，如此反复迭代，每一层都是更新计算自己的总和，然后比较这个总和是否有比最大值的总和来大。那假如有的话，就把现在拥有最大值的乘数还有最大值记录下来，那最后返回的乘数自然就是我们答案。好，我们这边做快速的测试和检测答案。好，没有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高效，在时间上达到 PR97 的演算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复杂度，时间上它的成本落在哪里呢？时间上的成本其实就是落在 while loop， 最大的成本就是从根节点开始往下拜访，从第一层拜访到第二层，一直拜访到最后一层，所以最大成本就是 big O(n) 嘛，每一个节点都要拜访一次，然后从根节点拜访到最下面一层，拜访整棵树，所以时间成本就是 big O(n). 那空间呢？其实空间也是，空间我们会花费一个 BFSQ， 那这个 BFSQ 最大的时候会落在哪里？BFSQ 最大的时候会落在最后一层。那最后一层根据二元素的性质，最后一层最多会有2/n个节点，也就是整棵树最多会有一半的节点落在最后一层。那以 O 的来看的话，就是 big O 2/n 嘛。那系数可以省略，所以最后总的来看，空间复杂度也是 big O(n). 所以这一题不论从空间或是从时间上都是 big O(n). 时间上主要成本在于广度优先的 while loop， 空间成本主要落在广度优先的这个 Q 这个探索的柱列。好，以上就是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那可以发现这个广度优先点波源扩散的这个性质，就再度显现出来它的威力。广度优先具有点扩散的性质，同时又具有层层拜访由内往外的这个性质。所以假如还想要强化或是复习广度优先的同学，可以回去看我们之前介绍的那几题经典的广度优先题目，比如说介绍过的二元矩阵中的最短路径，或者是计算传播消息的最短的时间，这些都是经典的例题。那我也会把这些相关题目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位、资讯卡，还有我们频道首页的播放清单。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那假如还想要讨论或者发问的话，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也非常欢迎你推广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与朋友。最后记得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解题影片和最新的学习资源。好，我是小松鼠，你的网络助教，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